嗨，大家好，先请大家找个舒服的位置坐好，深呼吸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可能会稍微触碰到你心里那些比较柔软，甚至有点疲惫的角落。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真的扛了太多无形的压力，有时候听到别人好意塞给我们的心灵鸡汤，反而像石头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所以今天我们不说教，我只想要好好理解你，让我们一起把那些沉重的包袱放下来吧。心情研究所，用科学读懂你自己的情绪。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伤人的话语。很多时候，亲朋好友是出于好意，急着想修好我们，但那些陈腔滥调听起来真的只会让人觉得心好累哦。比如说这句，哎呀，想开点就好了啦，哪有那么严重？听到这句话，是不是瞬间觉得满满的无力感？我完全懂那种超挫折的感觉。你明明就在经历很真实、很痛苦的情绪风暴，结果却被别人说的好像只是你态度不对，转个念就好，这真的超伤人。你要记得，你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绝对不是一句想开点就能当做没这回事的。还有这句，你就是太软弱了，要坚强一点。哇，这句话根本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强加一种叫羞愧的压力在你身上，对吧？我非常能同理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明明心里早就千疮百孔，在苦苦挣扎了，外表还得被逼着戴上面具，装出一副我很好，我很勇敢的样子。这种必须坚强的压力，常常比本来的痛苦还要折磨人呢。接着是这句听起来好像很温柔的话，没事啦，等时间久了自然就好了。但其实，当你整个人陷在泥沼里的时候，一直听到这种空洞的安慰，只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孤单。就好像你现在的痛苦根本不重要，只能傻傻的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未来来救你。好，那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哦，这些从小听到大的话，真的对吗？今天我们这次的探讨，就是要温柔的带你把这些迷思一个个拆开来看。首先，我想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你的挣扎从来都不是你个人的失败，很多时候那只是人类生理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来破解第一个大迷思：再努力一点就好的意志力神话哦。这真的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观念，以为心理生病了，只要咬紧牙关硬撑过去就会好。其实神经科学的证据非常明确哦。当大脑正在受苦，比如说忧郁症发作的时候，大脑里面掌管动力跟奖励的神经回路活跃度是会大幅下降的。这在生理上证明了什么？证明一个人在痛苦里无法振作起来，根本不是他可以选择的，而是他的大脑生病了，运作方式暂时改变了。这刚好点出了一个超荒谬的地方。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看到一个人摔断腿，骨头都跑出来了，你会跟他说，你只要再努力一点，站起来走一走就好了嘛？绝对不会嘛，这听起来超残忍、超不合逻辑的，不是吗？那对一个大脑正在承受痛苦的人说，你想开点就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残酷跟不合理呀。所以，拜托放下你心里的罪恶感吧。意志力不是什么无限畅饮的魔法，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你长期处在高压、创伤或心理困境里，你的意志力电池早就亮红灯，甚至已经完全没电了。你真的不是不够努力，只是你的能量库空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哦。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迷思：时间能治愈一切。这句话听起来很疗愈，对吧？但心理学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时间本身什么都不会做，光是时间过去是没有办法治愈任何创伤的。心理学家 Greg Schaller 有一个超生动的比喻，他说，那些没有被处理过的情绪，就像是你锁在冰箱深处的食物，如果你不去清它，它绝对不会自己不见，它只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质发臭。情绪也是一模一样的，被你刻意忽略的伤痛，只会在暗处慢慢腐败而已。
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些被忽略、已经坏掉的情绪，最后一定会自己找到出口。它们可能会变成你找不到原因的偏头痛、胃痛，或者是某天下午你突然就没来由地的情绪大崩溃，甚至它们会让你下意识地把爱你的人推开，逃避所有的亲密关系。你看，这就是时间没有治愈你，反而让毒素累积出来的结果。第三个迷思是关于自己硬撑过去。在我们东亚社会里，这观念真的是根深蒂固。我们从小就被教不要麻烦别人，求助就是给人家添麻烦。我们太习惯把所有重担都往自己肩膀上扛，觉得不轻易示弱才是对的。但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啊！科学研究已经明确警告过，如果自己一个人安静地扛着全世界的重量，长期压抑真实感受，这会实实在在地拖垮你的身心健康。它会大幅增加你得焦虑症、忧郁症的几率，甚至会引发各种免疫系统跟身体疾病。硬撑其实没有保护到你，反而在伤害你。知名心理学者 Brené Brown 讲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他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勇敢。寻求帮忙从来就不是软弱的表现哦，相反地，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现在很脆弱，而且允许这份脆弱被看见，这其实需要超级大的勇气。当你愿意伸出手说我需要帮忙的那一刻，才是你展现最大价值、最勇敢的时候。好啦，既然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些陈腔滥调是有害的，那我们该怎么走上一条真正有科学依据又充满同理心的疗愈之路呢？真正的心理支持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其实走向疗愈是可以很有结构、很踏实的。真正的心理支持有3个核心支柱：第一是被看见。第二是去寻求专业的支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疼惜。我们让这条路变得具体一点。真正的支持，第一步根本不需要你给出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真的不要急着去修好任何人，包括你自己。你只需要单纯的陪伴跟肯定对方。一句简单的“我看到你的痛苦了，你不是一个人面对”，往往比讲一堆大道理还有力量。陪伴本身就是最强大的疗愈。至于对你自己，我要在这里发一个明确的许可证给你，你可以不用再假装一切都好了，试着对自己说这句话：我现在很不好，但这完全没关系。自我疼惜就是允许自己可以脆弱，这才是对抗痛苦最有效的解药。你真的不需要永远坚强，你只需要允许自己真实的存在就好了。在我们今天这集内容的尾声，我想把这句很美又充满支持的话送给大家。下次当你身边的人在受苦，或是你自己觉得很低落的时候，请把那些有毒的陈腔滥调丢掉吧，试试看改用这句话：我在这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这才是真正有疗愈力量的支持。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能让你觉得被理解、被深深拥抱了。请记住，你的感受是非常真实且重要的，你存在的本身就充满价值。而在我们下一次的探讨中，我们会带着这份同理心，继续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童年时期的经历到底是怎么在潜移默化中偷偷塑造了你今天的情绪反应机制的？我们下次见喽。